30岁教友分享让女人每次都能性高潮的心得和经验。打桩是高潮的前夕，基点是正确摩擦是女人高潮的秘密。总结2天的纯干货和走过的坑，希望教主能读信分享给广大教友。拿性大嫖客啊，这就是拿性大镖客写的啊，他在这个聊天室里经常出现拿性大镖客，句属实，我自己都没有他总结这么好。而且我给张教授看了，女的也看了，看完之后说哇，这太懂了。他说的就是女性的心理啊，生理啊。好了，关键是他用女性视角分析的特别清楚。好嘞，我接着我不说废话，直接主题。尊敬的教主王哥好，我是留言群里的拿性大镖客，关注您快2年的时间，很幸运能成为拿性宇宙的一员，也很荣幸和您通过信，对您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般不再赘述了。周末补作业，听了教主分享的20岁小教友分享的防早泄经验的视频，也让我有分享一个作为30多岁男人10多年在探索女性性高潮的心得。因为性爱时间的延长和让女性性高潮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性爱时间的延长和让女性达到真正的高点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懂行的人啊，不是说你干1个小时你就赢了啊，那你们干1年你也未必能赢得了啊。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啊，想借助教主这个平台分享我的视角，以期待拿性教友能够让女性高潮的康庄大道中少走弯路。一是可以让更多女性体验性高潮，享受性爱；二也能增加男人性生活的心理满意度和自信心，这很重要啊。女性性高潮是真高潮，男性的性高潮的高度其实没那么高，但是呢，自信心，哎，我行啊，我操，我把这个摆弄得这么好，哎，一个对吧？一个人体让你玩的那我操，那翻出花来了，那你这个自信心啊爆棚了。我认为不只是青少年需要性启蒙、性教育，成年男性也需要一场床上绅士的性高潮的启蒙教育运动。哎，这拔高的好。核心要义就是性爱中男人应该像个绅士一样，提升男人在床上的性服务意识和性能力。性爱中先隐忍自己的欲望，千方百计让女生先高潮，之后再纵享丝滑自己高潮。总结得多好啊！男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奉献精神，男人就是用来牺牲的啊！希望教主可以振臂一呼，从拿性宇宙的男人们开始，做个真正的床上绅士。我不是天生性能力爆棚的人，我在19岁破的处，也是5分钟草草结束，期间几个女朋友多次后，也就是15分钟的水平，且恨不得1分钟换一个姿势，根本无法让女朋友高潮。直到22岁的时候，第一次和某女友同居，有了充足的实践机会，阴错阳差的第一次让女性性高潮。那时候的策略是采用蛮力打桩1小时的方式，成功概率只有30%，也就是说每3次性爱才能让女友高潮1次。直到29岁，都快30了，换了一个女友和另一个女朋友，发现蛮力打桩的方式不再奏效，哪怕蛮力打桩1个半小时，女友也无法达到高潮。哎，因为这个女友的基点不在你的屌龟头能碰到的地方，所以你完蛋了。之后同居摸索，对女性性高潮的理解又深了几层，后来几乎每次啪啪啪都能让女伴高潮，甚至可以让女人多次高潮。而这些技巧和心得具有可复制性，后来和其他女伴交流，也能让他们几乎次性高潮。之所以说这些经历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说的是，男人的性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后天训练提高，一定要相信科学和知识。我再次向教主的1小时的啪啪啪时长作证，的确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和技巧达到这个时间的。在我只能15分钟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能趴1小时的人是在吹牛逼，但自己后来可以做到最长坚持1小时40分钟的时候，我就信了啊！大家不相信的本质其实就是做不到。做不到教主说的4个字，收放自如。如何做到收放自如呢？为何分散注意力或者换姿势不管用呢？这里可以借助我自创的爬坡理论来解释。如果把性爱的过程比作登山爬坡，山峰的高度代表人的性爱兴奋程度，性爱兴奋程度100%就是到达山顶，高潮从山顶上像滑雪一般冲刺而下。但性爱兴奋度的增加不是一个线性增加的过程，男性存在2个爬坡的知识点。爬坡男性的性爱2个知识点，记住：一，进入刚开始爬坡的前5到10分钟，很容易太过兴奋啊，尤其是处男或者很久没干，前5分钟特别容易早泄。如果尽情享受丝滑的打桩，那就一路小跑几分钟到山顶了。二是男人的性爱存在个80%的兴奋度阀值，哎，这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它第2点，就是男性的性爱，男性在操逼的时候，你的性爱，你在80%兴奋点的时候，那个是你的阀值，即你开始有想射的意念。身体会不由自主的进入兴奋状态的时候，就是到80%了。一旦超过这个点，男人的身体就进入登顶的自动冲刺通道了，稍一不留神，一脚油就到山峰了。也就是说，男人在超过兴奋度阀值80%以后，打桩一下啊，就是打桩机一下，就相当于你在山腰底下，就是50%左右兴奋度的时候的10下，甚至20下。就是你的阴茎、你的龟头、你的冠状沟变得极其敏感，那一下就能让你等于平时几十下的这个兴奋积累程度。打个形象的比喻，过了80%的阈值啊阀值，男人就像被山顶的一根弹力绳捆住了，男人会在弹力绳的牵引下不由自主的冲击顶峰，哪怕换了姿势缓一缓分散注意力都没有用了，你就是将兴奋度下降到山脚下20%的位置，那也是无谓的抵抗了。因为你再稍微再打1下2下桩，或者你的力度稍微用一点力，弹力绳就会又把你拽回到80%。换个姿势再抵抗一次，第2次弹力绳依然会把你拉到更高的位置85%，用不了几下你就缴械投降，再也忍不住冲刺射了，留下一脸怨念的女朋友，这就结束啦。你也是回答了，这也是回答了所有教友，年轻男教友问的为啥转移注意力不好使，就是因为你转移注意力晚了，哎，到了80%你干啥都晚了，所以你不要到100%你才停刹车啊，就跟开车一样，你觉得前面有车刹车，你赶紧把脚放到刹车板上，你不要看到对方的刹车灯亮起你才去踩，晚了。所以要想性爱的延时收放自如的实操方法，一定要知道男人有这么个80%的兴奋门阀值。
性爱在想冲刺射精前，就必须要控制在这个门阀的兴奋度以下，而控制的关键有2条：一就是刚进去的前10分钟不要太兴奋啊，就是我说的头先进去泡一泡；二，如果不想射，就不要让自己到达80%的兴奋度。针对第一点，上封信那位马来西亚小教友分享的前5分钟进去不动或者慢慢动，的确是个好办法。而我则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在开始阶段使用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姿势，用不喜欢的体位缓缓开始。你可千万别学 Pornhub 里边的那种兔子式的打桩，咔咔咔咔咔，就是那种日本黄色录像 AV 录像，不要学，那是假的啊。针对第二点，当你啪啪啪跑步上山的过程中啊，第二点就是怎么控制80%呢？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清醒，要控制在60%左右的兴奋度。为什么60%呢？因为这个60%既能让男人享受性爱的过程，又距离你的兴奋阀值啊、阈值啊还有安全的距离。如果高于60%了啊，你就赶紧使用什么转移注意力大法啊，或者是减低节奏啊，或者拔出来啊。总之，什么让你不兴奋你就转移一下，你很快就低下来了。然后如果过低于50%了，60%以下了，那你就加大打桩力度啊，或者多投入点注意力，让你的骚气值啊、骚气弹膨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反复在60%、80%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来回折返跑，你就可以一直持续。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成功的在60%兴奋度的山腰位置来回折返跑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你进入了麻木火箭的阶段。我向你们证实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麻木火箭的阶段就像是涂了天然的利多卡因啊，这时候你感觉你的小兄弟就像你的假体了，不像你的真的肉身了，像一个大火箭假体玩具，哪怕各种大强度的啪，怎么去刺激都不太会增加你的兴奋爬坡的兴奋高度了。这时候恭喜你，你可以尽情的和你的女朋友玩耍，1小时的时长不再是梦。而且要在这个阶段尝试让女伴性高潮的硬仗啊，因为女性性高潮需要连续的摩擦祭点，你这个时候要探索女朋友的祭点。同时，女性性高潮前的媚态和阴道的收缩都会让男人更容易兴奋较强。没错，女性性高潮的媚态那比 AV 要好看得多。总之是要好钢用到刀刃上啊，麻木火箭用在高潮上。而女性的性高潮是性爱时间、强度和男性技巧的综合3项使用的结果啊，你只有时间没有用的，只有强度也没有用的，你还要加上技巧。当然，只有技巧没有强度和时间也没有用啊！一定的硬件基础加性爱时间强度是女性性高潮的物质前提，但技巧是绝对是让女生高潮的更加重要的关键点。在介绍关键的高潮技巧之前，首先要破除男人心中的2个错误的观点，这个是常见的错误观点。就所有的男人啊，包括你我，今天所有的小男孩，他们在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所有的小男孩脑子里边都会有2个错误的观点。首先，最常见的错误观点就是很多男生把女生做爱舒服的表现和女性的高潮混为一谈。比如女生在叫床的时候很浪，或者水多了，或者两腿开始抽，或者忽然有了尿意说我要尿尿，这只是她舒服，不是性高潮。真正的性高潮是什么？怎么判断女性到没到性高潮？最简单的类比就是男人的射精状态。女人性高潮的状态和男人射精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高潮的那10几秒，女性像通了电一般，全身是停不下来的啊，她是要抽动的，表情是教主口中的那种口眼歪斜的。根据我实际的掐表测量，他掐表了，女性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可以在45秒到60秒之间，而男人往往只能15秒左右。所以这一点造物主是不公平的啊！造物主是公平的，女人高潮虽然比男人难很多，但是高潮的强度是真够分量足。第二个，所有的男生就是第一个错误观点，就是男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高潮，还以为浪叫几声、骚叫几声就叫高潮了，或者我想去尿尿就叫高潮了，那不叫啊。第二个错误观点是什么？所有的男生在处男阶段都要看 AV，然后就错误的学到了 AV 的知识。为什么 AV 是错误的呢？因为 AV 影片把它当成真的了，当成真的做爱的教学视频了。AV 是学习性爱姿势或者让男性高潮的视频资料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 AV 的受众是男性啊 ，AV 都是卖给男性打手枪用的，是为了男性看着 AV 撸管打手枪拍摄的，所以所有的很多让女性的高潮的技巧和姿势都是错误的。因为 AV 是为了让你打手枪，让你高潮，不是让女人高潮，所以 AV 是根据男人幻想的女人高潮，告诉你的女人高潮啊，就使劲嘎嘎嘎嘎抠，使劲抠啊，一指禅使劲抠，然后使劲干，然后女人高潮了，错的，你这样女人反而高潮不了了，因为她那很轻柔很敏感。为什么？真正女人的高潮，真正让女人得到高潮的技巧和姿势反而是轻柔缓慢的。非常轻柔，非常缓慢。如果有一个镜头正在对着，你甚至感觉不到这个男人在动，男人没有动感觉，其实是默默的在里边揉动。那你这样拍出来的影片能好看吗？那2个人趴在那儿就像虫子一样揉动，没有咔咔咔咔咔，没有这样扛着腿，这样拍出来的影片不好看，那不好看没市场。所以 AV 只是选择那种最具有视觉冲击的场景来拍，比如男主角疯狂打桩，因此很多男同学受到 porn 的误导。不管长或者短啊，不管时间，不管状态，都上来就是无情的打桩机的状态，不讲究技巧，疯狂打桩，以为越快的打桩女人就越满足。实际上，这种技巧对于女生完全是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果小朋友回来了，我们家小朋友回来，不能再说了啊！那好吧，我们就跳过。我相信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已经理解了其中的真谛了啊！如果把女生比喻为把让女生满足比喻为消灭山顶的敌人，那么所谓的那种AV 打桩呢，就是量大管饱的机枪扫射，真是没准小概率你也能打着敌人，但是男人会累死的啊！你得是像鲁智深一样，那就很难做到啊！那么22岁的我就是那个蛮汉的状态，而懂了这个技巧，刚才这个技巧改了错误的，就好比是什么？好比是精确制导导弹，一下就完啊！消灭敌人毫不费力，定点打击，
不属于蛮干，属于巧力啊。那么很多人会问，那么巧力技巧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女性生理的2个特点啊。如果把女性的这个过程也比作爬坡的话，女人跟男人正好相反。一是女人在山脚下的阶段是慢的啊。如果男人很容易兴奋点燃的话，女人点不燃啊。女人你可以理解成她很难点燃啊，一堆潮的木柴。所以男人进去感觉像天堂一样啊，男人一旦进入女人体内，感觉自己像天堂，进了天堂。但女人这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所以呢，男人在这个阶段你打桩10下的效果，不如到了女性的那个点燃之后打桩1下的效果。所以一上来像兔子一样打桩是错误的啊，最傻的，没有用。因为女性还在热身阶段，你已经完蛋了。所以你不要草草结束，开始5到10分钟一定要小火慢炖啊。而女性一旦到了80%以上啊，如果女性的封顶是100%的，那么女性到了80%以上呢，那么打个比喻呢，就好像是泼了冰的上坡啊，越往上越陡。这个阶段，有些男性哪怕时间和强度都可以，但是只能让女性只保持在80%这个状态，她到不了封顶。为什么？泼了冰的陡峰不好爬了。为什么？卡在99%那一点上不去了。为什么？卡在这儿，一辈子有的时候卡在这儿。中国女性大部分一辈子没有到过真正高潮。为什么？就是这个男人太蠢，他不知道女性的高潮到开始是要慢热，但是到封顶的那个80%到100%的过程中，一下子是陡坡，而且是浇了冰的陡坡。那么这个秘密，爬陡坡的秘密是什么？秘密就是你要换一双防滑的钉靴。这是跟爬喜马拉雅山一样，爬喜马拉雅山最后的冰坡，你看他穿的鞋底下都是带这么长的冰钉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冰钉是什么？就是对女性绩点的专属摩擦，定点清除，正确的最后1%的时候只磨她的绩点。所以你一定要把女朋友的绩点找到，否则的话你女朋友永远在90%以下，永远到不了100%。所以通过合适的角度、技法、深度啊、位置去找到这个100%的钉子鞋啊，你就可以达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顶部。那么如何穿这个钉子鞋呢？如何找到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找到它的正确的 location 啊 ，location 是在哪儿呢？我就先不念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回来了啊，他们来睡觉了，现在9点了，先这么地吧啊，今天先2个小时了，先这么地啊，我下次等孩子们不在家，我再给大家做专题，太干了，太干货了。谢谢点赞和订阅哦。